警察突袭时发现，一个女人先遭强奸后被杀死，而法医虽然找到了歹徒体液，可里面却没有种子，说明凶手患有无精子症，这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警探推测对方是结扎了，但法医更倾向于他是得病了。殊不知其实强奸犯是一个孩子。随后警察走访了死者的女邻居，而就是她举报被害人在家制毒的。可没想到警察去了后却发现女人被奸杀了，但邻居对女人的死却是毫无所知。既然没有查到线索，俩人就先来吃午饭了。不料这时法医却主动找过来，一看就是有了重大发现。原来他化验了歹徒在现场的呕吐，然后不顾他们正在吃饭，把呕吐物里的食物自顾自念了出来，搞得警察一时不明白这有啥用。接着法医解释，谋杀案当天全市中学供应的午餐就是这些，所以听到这警察也就明白了。 No sperm in the ejaculate. 凶手难道竟是一个孩子？而黄博士也支持这个猜测。Organization of the crime scene indicates an immature thought process. The number of stab wounds could mean he has no real understanding of physiology. He just kills the way he thinks that you're supposed to kill. The rape, sexual curiosity. 既然认定了是孩子干的，本森立马就想起了一个可疑人物，就是死者那个邻居的儿子。他看上去好像就13岁啊。也许他听到母亲抱怨隔壁有毒贩，所以就想去弄点免费的毒品，这可能就是作案动机了。于是大队长立即下令去问话，但邻居确定儿子没看到凶手，声称那时他在学校。可警察不信，因为他们怀疑男孩逃课了，并要求立即见到他，结果却惹怒了女人，大骂警察胡乱怀疑人。然而就在他们想知道儿子最近买了什么贵重东西时，男孩恰好放学回来。当母亲承认有人送给儿子礼物后，警察立马怀疑那是他抢邻居钱买的，接着就查看了起来，竟是一台贵重的 MP3， 不由怀疑谁会送这么值钱的礼物。但男孩称送礼物的人是怪胎，他常送给别人东西，而这一下就引起了警方的兴趣。随后男孩透露对方叫杰米，可却不知他从哪弄来的。然后警察又问，你跟他说过隔壁住了毒贩吗？结果男孩承认告诉过他，说邻居在贩毒，可能有些好东西。这让警察又怀疑 MP3 是杰米从死者家偷的，但男孩不确定，可肯定杰米不会杀人。警察不由得好奇了起来，哪知男孩的回答竟是杰米没那个胆量。于是为了查明杰米是不是凶手，警察立马赶到了他家里，不料家里却没人。可就在俩人打算离开之际，突然看到即将上学的孩子们正在等校车，接着他们就走过去打听起了杰米。而幸运的是，杰米恰好正在这里等车，可哪知杰米看到有人找他，竟转身就想逃，被抓住后还大喊我什么也没做，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而下一秒警察就在他衣服上发现了血迹。虽然杰米非常不愿意，但也不得不跟着警察走了，并一到派出所就被审问了。可当警察问他 MP3 哪来的后，哪知母亲竟接话是我送的生日礼物，这一下就把警察噎住了，只好接着又问是不是认识死者。虽然杰米立马否认了，但警察根本不信，接着出示了刚才采集到的他的指纹，这跟命案现场的一枚吻合。可杰米还是不承认去过现场，即使母亲劝他，他也觉得委屈，感觉所有人都在欺负自己。然而虽然杰米百般抵赖不认，可警方肯定他去过命案现场，只等化验室验出证据后就能直接起诉了，就不需要他招认了，并且他已经14岁，可以当作成年人审判了。不料说话间，化验室就来了消息，正是杰米衣服上的血迹就是死者的。然而就在检察官以为就此结束之际，大喘气的图图又表示，化验结果显示强奸犯的血型是 B 型，可学校提供的数据显示杰米是 O 型，所以他有个同伙，而且没有精子也一定是个孩子。可当大队长怀疑是邻居家儿子时，图图又证实他那天就在学校，所以被排除了嫌疑。因此接下来警方的任务仍是找出主凶。于是随后他们就来到了学校打探情况，哪知校长竟表示杰米可是3好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只是最近被诊断出了社交障碍，表现得不是很成熟，适应能力比较差，但不会有严重的违纪行为。对此警察不置可否，接着问起了他有哪些朋友，结果校长竟回答没人知道，也就是看来杰米没有朋友。于是俩人只好问案发当天缺席的孩子有哪些。而在得到名单后，警察就挨个撬开了他们的储物柜，果然很快就有了发现，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死者的证件，还有杀人凶器大刀。校长立马查出这是查克的柜子，而在说话间他已经送上门了。很快大刀上的指纹也查明了，一枚是死者的，一枚是杰米的，还有一枚位置很可能就是查克的，但他也是3好学生。于是为了搞清到底谁才是真凶，大队长只是对两人同时审问，两者相互印证。结果查克口齿清晰，对答如流，他声称案发那天一直待在学校，虽然老师说他午餐后就不见了，但查克解释是去图书馆准备考试了。至于杰米，查克称虽然认识他，可不喜欢他，那天也没跟他在一起，理由是杰米是笨蛋，还会欺负人。但当警察问到大刀时，查克再也不好推脱，然而却狡辩是在学校后面垃圾箱里找到的，那个皮包也是，因为在垃圾箱里经常能找到好东西。不料警察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你会都放在储物柜里？而查克的解释则是本打算要交给学校，但后来就给忘了。至于刀子上的血迹，他还以为是假的呢。接着就让警察去审杰米，因为是他跟我说去翻垃圾箱。
却不料杰米的回答恰恰相反。当警察告诉他查克正在隔壁受审时，杰米竟坚称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不能逼我说他的坏话，他什么也没做。殊不知好朋友早就把他卖了。而看到俩人相反的表现后，大队长已经偏向于查克是主凶了，但检察官还是难以想象，查克才12岁就能犯下强奸。不过黄博士从生物学分析，查克只需要足够的睾酮就能立起，现在的孩子可能9岁就进入青春期了，加之死者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对已达80斤体重的查克来说是绝佳的下手对象。而在大队长让他判断后，黄博士也认为查克说谎了，他才是真正的主凶，并且这时警探也找出了让查克坦白的武器，接着就拿着查克的课本走进了审讯室。母亲还大为恼怒，你们到底在搞啥？不料下一秒警察就解释上面有查克的指纹，只要仔细勘察命案现场可能就有吻合的，所以现在就看你要不要主动坦白了。结果查克真就没抗住，不得不承认和杰米去过死者家，但却称是杰米杀了他。然后这段录像就被播放给杰米看了。 Whose idea was it? Jeremy's. To rob her or to kill her? Everything. He said she had lots of money, but then she came home. He made me do bad things to her. He made me touch her. And then Jeremy got the knife, and he killed he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I ran away. I was scared. 这下杰米可彻底傻眼了，大喊他说谎，那警察就让他说实话。结果虽然杰米不想伤害任何人，可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提议闯入死者家的，因为查克说这样很酷，并且是查克先拿电话砸他的。She fell down. She was bleeding. Zach said to get a knife from the kitchen. I didn't want to, but he was screaming at me.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with it. I swear, when I walked back in, Zach was on top of her. He took the knife, and he stabbed her over and over. There was all this blood, and I threw up. I'm sorry. 这应该才是事情的真相。比起查克，警方更相信杰米。可令杰米没想到的是，虽然他属于从犯，但接下来的判罚却要比查克严重得多。因为查克才12岁，只能上家事法庭，杀人加强奸最高也就判在少管所待18个月。杰米就不同了，他必须接受成年人的处罚，可能是无期徒刑，但大家都看得出来杰米是被查克操控了，很不想他受罚这么重。于是检察官决定争取让杰米上家事法庭，不料检察长却不同意。要以谋杀和盗窃重罪起诉杰米。虽然检察官据理力争，但检察长就是不同意，称杰米犯的可是预谋重罪。最后还因为检察官的坚决反对，他决定亲自起诉，让检察官做助手。但律师却以杰米还未发育成熟为他辩护，还邀请了专家来作证。青少年容易冲动，做出不理性的行为，以此来证实青少年比较情绪化，难以预测，甚至有暴力倾向，这是受到大脑的影响。却不料检察长三言两语反问后，将专家的研究成果变成了只是一种理论，根本无法实践证实。所以专家的证言成了屁话。接着轮到杰米自辩了，他承认知道闯入死者家是不对的，但查克说他想要钱，所以就听从了他的话。可从没想过查克会杀人，如果提前知道他会杀人，肯定是不会跟他一起去的。而当律师问到看别人做恐怖的事，跟背叛你唯一的朋友，这两件事哪一个比较糟糕时，杰米却答不上来了。从而律师证实杰米并不能分辨是非，这就是他要让陪审团看到的。哪知检察长立即围绕着查克让杰米去拿刀的目的展开了提问。杰米称并不知道查克要刀做什么，但检察长硬要逼着他承认已猜到查克要杀人，可杰米就是不承认，并且在检察长的威逼下彻底崩溃了，只知道大喊 I'm sorry。法庭上众人闻者无不心碎，就连心硬如铁的检察长也动摇了。他决定适度放水，于是让检察官去传一个反驳证人，那就是查克。只要在法庭上让他说出实话，就可以为杰米争取一下轻判。但查克当然不会如他们所愿，仍然只认识杰米杀了人，还装作很害怕杰米的样子。哪知检察官就利用了他这一点，故意问：所以你看到血害怕的吐了？而查克果然还年轻，轻易就被击到了，大声反驳自己不害怕看。He was being a baby and crying. When? Before or after she was killed? The whole time. And you weren't crying? Not even just a little? No. But I thought you were afraid, Zachary. I thought you were afraid of Jeremy. No, I wasn't. And you were also afraid of that woman because she was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She was afraid of me. And you wanted to show them both that you were a man, and that's why you had sex Well, with her. that was her fault because she wouldn't tell me where the money was. Jeremy was crying. He wouldn't do anything, so I had to do it. If she had just told me where the money was, I wouldn't have to have hurt her. 这算是查克当庭坦白了，而检察官的目的也达到了。查克的证言可以作为杰米的佐证了。既然庭审已到了这个地步，检察官主动提出了认罪协议，杰米认罪的话只判5-10年就行了，这已经是最低了。可母亲却不同意，认为陪审团会判杰米无罪的。但检察官当即打破了他的幻想，毕竟杰米确实是从犯，他还是可能被判重罪谋杀罪的。然而母亲仍是固执己见，见状律师也劝他接受，可女人就是不答应，坚持儿子没有伤害任何人，并且查克当庭坦白，陪审团也听到了。即使检察官告诉他一旦定罪，杰米可能是终身监禁，但母亲就是不答应。检方已经尽力了，然后就是等待陪审团宣判了。
最后陪审团裁定杰米2级谋杀罪成立，母亲当即发出了兴奋的大吼。可这还没结束，接着又判1级盗窃罪也成立。这下是彻底完了，但律师还是做了最后一搏，要求挨个询问陪审员意见，试图找出不赞同的好再争取，却不料每个陪审员的口径全部一致，都认为杰米有罪。至此，不知母亲是何感想了。检方也已尽力了，所有的罪责只能杰米自己扛着了。